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憨吉。奇物旅人到底在诉说什么故事呢？不知道大家玩了一轮游戏后有没有搞清楚？这次憨吉来为大家分析一下游戏的剧情吧。我们先从世界观开始谈起。我们所在的世界奥鲁斯特拉大陆是由13柱神所创造的。13柱神分别是雷剑将布兰德、舞姬希尔提吉、生商伯比菲尔根、灵药公德塔、狩猎女王的雷芳朵、道公子埃博尔、朔学王阿雷芬、圣火神艾尔弗林克、好武将温希德、魔大公德雷闪克、占星师史黛欧拉、魔剑士巴罗格以及魔神加尔代拉。除了加尔代拉以外，至今奥鲁斯特拉大陆上还能找到供奉这12柱神的祠堂，而这12柱神也分别代表了游戏中我们可以使用的战斗职业。在世界观形成之前，13柱神共同掌管着这个世界。然而魔神加尔代拉想将整个世界纳入他的手掌之中，开始与诸神对抗，爆发了神的战争。加尔代拉是掌管魔之力的神子，其强大的力量让其他12柱神陷入了苦战，最终由掌管神圣力量的神子艾尔弗林克降下了星之火，削弱了加尔代拉的力量。12柱神联合攻击，将加尔代拉封印在死亡之国。为了确保奥鲁斯特拉大陆的和平与安定，防止加尔代拉再度作乱，12柱神抹去了加尔代拉在大陆上曾经存在过的痕迹，于是人们渐渐的也遗忘了加尔代拉。12柱神在神战中身负重伤，都回到神界疗伤去了。艾尔弗林克将星之火留在人界，继续守护着奥鲁斯特拉大陆。星之火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圣火，而这一年被称为神明历元年。约神明历100年，在现今武多兰多的北部，最早期的圣火教会开始出现。又过了100年，神官在大陆各地旅行传教，圣火教会发现了留存在各地的圣火，并在各处建立了教会组织。约神明历600年，圣火教会在佛罗斯特兰多地区的佛雷姆格雷斯、寇斯特兰多地区的格鲁德修亚、利维兰多地区的圣特布里吉这3个地方为据点建立了大圣堂。又过了100年，圣火教会发现了原初之眼，并由此开始举行源自圣火神艾尔弗林克的圣火仪式，也就是如今4年奉火仪式的雏形。因为奉火仪式的出现，圣火教会信徒中开始流行圣火朝圣的行为。圣火教会为了保护各地的朝圣者，组建了圣火骑士团来保护信徒的安全。约神明历1100年，圣火教会发现了一枚刻有诸神徽记的戒指，教会将这枚戒指放在位于奥鲁斯特拉岛的古代神殿中秘密保管着。关于戒指的部分，本作并未提到，或许在未来大陆的8折中会有机会可以看到。神明历1350年，天才学者萨罗门在武多兰多地区的达斯克瓦罗附近发现了一处遗迹，知晓了终结之门的存在。萨罗门连同他在大陆各地其他遗迹的发现，撰写了编语之书。但在书写的过程中，萨罗门因为受到加尔代拉的影响而性情大变。神明历1401年，寇斯特兰多地区的格兰波特向弗拉特兰多地区发动侵略战争。当时弗拉特兰多地区正处于战乱的时代，8个部落常年互相的斗争。为了抵抗格兰波特发动的侵略战争，8个部落同心协力，合力御敌。而圣火教会也公开表明支持弗拉特兰多地区的8个部落，最终由8个部落取得了胜利，并建立了阿特拉斯达姆王国。为表感谢，王国把弗拉特兰多地区的南部地区割让给圣火教会，成为圣火教皇领。与此同时，在萨罗门的唆使之下，贝伦修坦因王国与哈伊兰多地区的古拉纳特王国开战。费迪恩王国的2皇子贝武夫加入了古拉纳特王国，而打倒了对方国家的贝武夫，迎娶了古拉纳特王国的希尔迪加尔公主，并建立了新的王国荷鲁布尔谷。
而萨罗门也达成了他的目的，在战争的混乱中接近并成功地打开了终结之门。大量的魔物从王者的国度涌向人界，而魔女利布拉克也在此时降临人界。与贝武夫并肩作战的大贤者奥金克洛斯否德，利用龙石将终结之门再次封印。贝武夫将龙石托付给奥斯卡瑞布斯亲王，奥斯卡带着龙石返回贝伦修坦因王国。生命历1492年，哈伊兰多地区的小国艾巴霍多的温斯特王朝，私生子大皇子与正牌二皇子之间发生了继承人的争夺战。在内乱中，温斯特王朝覆灭，迪亚特鲁姆王朝建立，而小王子席米恩则下落不明。生命历1503年，圣火教会的马修神官被派遣到佛罗斯特兰多一个边境的村庄赴任，村庄因落雷引起了大火灾，马修在绝望中背弃了圣火教会。利布拉克在此时与马修接触，传授给马修边狱之书上的黑咒术，使马修得到了近乎永恒的寿命，即使过了100年，容颜也未曾老去。直到所有认识马修的人都死去，马修便以商人马提亚斯之名，成功侵入了圣火教会，取得了约瑟夫大主教的信任，并与席米恩成立了黑曜会，利用黑曜会提供的毒物杀死了约瑟夫大主教。生命历1520年，秘密保管在奥鲁斯特拉岛古代神殿里的诸神徽记戒指遭失窃。生命历1594年，利布拉克与佣兵维尔纳接触，开始了为期12年毁灭荷鲁布尔谷的邪恶计划。生命历1597年，荷鲁布尔谷遭到南方异族的侵略，格拉纳多城遭到血洗毁灭。大陆紧急召开诸王会议，会议决定向荷鲁布尔谷提供支援。圣火骑士团和奥鲁斯特拉联军共同加入了战事，并成功击退了异族。隔年，维尔纳成立了佣兵团。生命历1603年，利布拉克通过了伊冯的学生露西亚接触到了伊冯。利布拉克指使伊冯杀害了王立学院的校长，并从特别书库中获得了边狱之书。一切都在计划之中，但还差一个可以拥有魔神体质的身体，才能让加尔代拉复活。利布拉克判断，最适合的人选是克洛斯否德一族。这一族的人明显的特征是天生金发碧眼，于是利布拉克踏上了寻找克洛斯否德一族的旅途。生命历1606年，格拉莫·克洛斯否德因为妻子染上了一种罕见的疾病，将儿子克里斯·克洛斯否德托付给友人照看，外出寻找治疗方法。生命历1607年，席米恩以园丁的身份在杰夫利·耶杰尔亚特领主的宅邸工作。生命历1608年，格拉莫将日记作为船票钱，搭上了雷欧船长的船，越过巴丹特海，到卢贝兹森寻找最后一项药材天狗鸠。调配好了药剂后回到家，却还是晚了一步。格拉莫接到妻子去世的消息，利布拉克利用此机会与格拉莫接触。利布拉克告诉格拉莫，只要前往王者的国度，便可以见到逝去的妻子。于是格拉莫再度踏上旅途。在前往终结之门的路上，格拉莫发现了一位和妻子所患病一样的少年，便将原本调配给妻子的药给予了少年治病。此时，杰夫利·耶杰尔亚特领主被黑曜会所杀，贵族瑞布斯夫妇疑似因亲人制造的事故而去世。独生女寇蒂利亚在希斯科特的帮助之下成为了当家，但4颗龙石却下落不明。生命历1610年，荷鲁布尔谷灭国。生命历1612年，利布拉克用龙石打开了终结之门，但利用格拉莫复活加尔代拉的仪式却失败了。格拉莫成为了怪物红焰。生命历1617年，闪达接受了圣火骑士团的委托，出发征讨红焰。生命历1618年，
八方旅人的游戏正式开始。这次的影片内容是我对《歧路旅人》游戏内容的见解与分享。我个人对于这款游戏的评价很高。我知道大多数的朋友都觉得8个旅人之间毫无关联，游戏的设定很奇怪，看似没有关系的8个人，最后却随便用几个理由扯在一起。但其实大部分的故事都藏在游戏的细节里，好比说主线及支线故事的对话，以及村民的对话，还有终结之门的手机之中。仔细体会的话，可以发现这款游戏的细致与用心。虽然有些设定在官方攻略本的奥鲁斯特拉大陆年表才可以读到，但世界观的完成度也算很高，让人很期待续作的发行。当然，个人最偏爱的还是游戏的战斗系统了。以上是我个人的心得，如果有其他问题或者是想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的影片。近期有可能还会再制作其他歧路旅人相关的主题影片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帮我按赞、分享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片尾放上终结之门内的8份手机，以及自制的奥鲁斯特拉大陆年表给大家观赏。